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晚上的奥运呢，其实是凌晨我国的拳击好手林玉婷要争夺金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会为她加油。不过呢，这一次的奥运还有各国的选手有各种的比赛哦，大家都这个可以拿来看看这个各种的体育赛事的优美的地方。有一位选手，他是日本的桌球小将，叫做张本智和，也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啊，他的国籍，他代表日本出赛哦，他也是日本籍。可是他的爸爸妈妈跟他自己以及他的妹妹，其实都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日本去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桌球的前省队的选手哦，就是他们这个四川省。到了日本之后呢，张本智和把他的姓氏张改为日本姓张本。那他12岁就崭露头角哦，他是天才型的哦，那创下非常多的纪录，打败很多的名将，包括马龙啊、樊振东啊、张继科，在当时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不过呢，因为他的血统还有国籍的尴尬，有一点点两边不是人呐日本人没有真心把他当日本人，那中国人也觉得说，哎呀，反正你都已经规划给日本了嘛，所以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有人就叫他汉奸汉奸，有人都说你是为中国队，你心有二心啊，你没有为日本人呐所以他其实蛮闷的，也蛮可怜的很心酸呐一直到有一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他的心声。他说：“我要为日本拿奥运金牌。”那个时间点，日本人为他鼓鼓掌。可是很多中国的网友也很生气。那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呢，他其实有一点大意失荆州他负了一个重责大任，要扛赛点。可是在这个跟瑞典出赛的时候被逆转了嘛，那当然他自己很沮丧，那也有一些日本的朋友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生气啊，说你是没有用的人，滚回中国去，真的是蛮可怜的啦那也有日本媒体很不客气的说，这是巴黎噩梦所以我们看到张本和这个张本美和他的妹妹现在看起来就要扳回一城，因为现在他的战绩不错那将功赎罪吧，协助了日本队以3-1淘汰了德国队在闯决赛挑战寻求5连霸的中国队那到时候看看鹿死谁手了。不过我们知道桌球、乒乓球这一项运动向来都是华裔的天下中国队不用讲一直是拿这个第1名的常客。而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啦、美国啦，他们拿奖牌的这些选手，其实全都是华裔那你可以看到呢，包括呢现在全世界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心态，像是在日本，我们发现呢，日本人仇中的情节也在蔓延，也在扩散。你看到这一则社会新闻是发生在8月8号父亲节那一天，中国大陆有一名男子在新斋桥杀人抢名表被捕那我们可以看到仇日仇中各种情绪都在交织，而美中之间的大国竞技在这个奥运期间也一样有好多台面上台面下的争逐，包括禁药，关键字禁药争议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运动员他得到好成绩，那美国的一些名将就说，哎呀，你要检验一下他的尿液哎呀，他有没有可能吃了什么东西我们就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网友民间其实也很反弹这篇报道就说了美中的禁药争议扩大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包括我们看到 WADA， 它是世界反兴奋剂的机构基本上它就是要防止有一些选手作弊这样子的一个中立的机构。可是我们看到这篇报道里头说，多年来允许运动员服用禁药参赛，直接违规这个对美国比较偏心，可是其他国家有禁药的争议就说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是不是真的存在在体育界真的存在这样子不公平的竞争呢？是这样吗？我们看到有几个案例听起来不可思议，
包括我们看到了百米冠军加特连有2度被查出阳性，本来是要终身禁赛的，可是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兴奋剂机构、反兴奋剂机构就说，哎呀，他其实是无辜的啦，帮他说了一些话，所以呢，最终他是禁赛4年而已。还有另外一位花式游泳银牌说啊，他被验出可能有吃药，他就说没有，其实我很无辜，因为我爸爸在我的床上点眼药水，那我不小心填到那个眼药水。还有另外在里约奥运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有一名金牌的选手也被验出有这个兴奋剂的阳性，他说没有，因为我刚刚跟我女朋友亲亲接吻，所以有很多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当然它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所以其实中间有很多网友对自己的运动选手做一些攻击，包括这一幕很奇特他们的这个女单的好手陈梦这个桌球好手，她拿到金牌没有人帮她这个鼓掌就算了，还对她做出一些不雅的这些姿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跟他争金牌的另外一名中国女将叫做孙颖莎，只要她赢得这一次奥运女单，就可以获得大满贯。所以中国球迷一面倒帮孙颖莎来加油，那陈梦就很可怜，陈梦就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被大家有点羞辱霸凌所以你看到这个奥运的中国内战引起粉丝辱骂对手中国官方现在开始严打饭圈文化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删文星岛日报就说习近平对搞小圈子深恶痛绝好几次都警告不容许这样的小山头小圈子，所以像这些网友的论战或者是小圈子在这个口诛笔伐也被禁绝。来，我们来问问看董哥怎么看奥运？您今天有看奥运吗？最近有关注吗？其实有看一些那大家可以看到奥运既然搞到那种认同像日本人跟中国人，我先讲一个故事过去台湾我们中华队的桌球第一面奖牌得主叫做陈静，安静的静，他是一个大陆人他代表大陆1988年汉城奥运拿下金牌，后来他到台湾来认识了台湾一个他先生华航的一个空安官，后来就结婚，就变台湾队何故的。他打全国当然第一名，不用讲世界冠军。那时候台湾的桌球是什么成绩嘛？结果他1996年代表中华队打亚特兰大得到银牌个人，然后2000年又得到铜牌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说哇，他等于说连续3届奥运分别拿到金银铜。很厉害对，那是在台湾来讲，当然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以前在奥运要拿一个奖牌不容易那有没有人去讲他的认同？没有。他回中国大陆，他现在又回中国大陆在教书在华兰好像华兰师范在当教授是那教书没有人讲他汉奸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不会说你两岸摆来摆去，不会。所以其实真正的所谓中国人或台湾人，其实这心胸都应该是很大的，不会有什么隔阂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喀麦隆有个篮球的选手，他叫恩比德他球打得不错中锋。那他会讲法文因为喀麦隆过去跟法国那个关系嘛他就写信给马克宏，说他很想成为法国的人入籍法国很不容易那替法国来打法国人很高兴就给他入籍了，入籍第2年他就加入美国队，今年代表美国队在打，所以法国那些球员气死了，因为要进入法国入籍很困难嘛，是因为法国很多殖民地的国家都很希望进来都没办法，那大家就很气骂他就是一个最肮脏的球员，这个人的手脚就不太干净了那我讲在那种奥运里面，你看到这种认同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这就违反奥运的精神嘛。对，奥运你就是体育家的精神，要公平那美国这个不公平，其实很早就知道。你知道美国这个禁药已经搞了10年了，他的手段是什么？他们对外讲就是我们抓到这些禁药的人，他们很多人是互相然后有一些集团有什么被我们发现那些人只要当我们的线人，
去帮我们从里面破案，多抓几个人出来，我们就让他继续比赛。那请问一下，对世界其他国家公平吗？他们的联邦法院很嚣张哦，就我们没有必要让他退出哦，这是我们本来就该给他的酬庸哦，所以他就到世界各地比赛，身上带着禁药10年。哦，那后来才被发现，才跟世界这个组织反禁药这个组织承认。你看，那如果是别的国家，他们怎么？他们只要打输了，他就开始指指点点，你是不是服了禁药或怎么样，就开始。那我们在这一场巴黎奥会因为这场奥会其实是算很成功啦。是。虽然有一些瑕疵，比如塞纳河有人拉肚子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法国要展现他花都的美丽文化，他其实用了很多手段。然后大家看了也真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环保的，很多国家没办法，只好自己带冷气机到法国去，太热了，他不提供啊，选手更不提供。那可以看到他努力的去经营一个漂亮的一个奥运一定会让大家深刻。100年来，像巴黎这次办的这么成功，他已经办3次了，像他这么成功了，将来其实很难突破，我敢讲啊。但是我们看他。奥运里面其实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运动家精神，是不分国籍肤色，大家来这边好好的比赛，你最擅长的嘛。那我其实很意外的看到陈梦被孙颖莎的那些粉丝对只为了说要成就孙颖莎，让她大满贯，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那你就是要逼她打假球嘛，这岂是中国人该做的？真是丢脸。是，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耶。那让大家觉得说，你们自己要破坏这样的奥运的精神吗？这个会让人家看破，你们原来是一堆伪君子，怎么可以这样嘛？而且陈梦真的很可怜，对，拿了金牌还被倒虚，被找一个虚身，这样真的很不好。来，请教永明老师。其实陈梦，他是上一次的冠军呢，他这一次4-2，所以其实你说他是不是要这个礼让还是这个是一个运动，然后你要维持运动家精神，你不要忘记陈梦的表哥是谁？黄晓明。他10年前黄晓明就不断的在就是陈梦比赛的时候就不断在蹭他，是那后来谁蹭谁也搞不清楚了。对，那结果其实这次赢了之后呢，那当然很多人就上来恭喜他嘛，那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画面，在这种体育赛事当中，你当然会有粉丝是个人的粉丝或者运动的粉丝、国家的粉丝，你到这个国家的粉丝的情况，你可能会在输赢当中，你变成一个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是正面的，激励你、鼓励你、加油。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会有一些人会比较脱线，那不要把这些再过于放大。那但是呢，它的脱线如果变成一种普遍性的，英国、法国、德国那些足球暴动的那些极右派人，那就是连他们自己的社会都在唾弃，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我们媒体也不需要完全只是关注在他们的问题上，因为绝大部分人，包含黄晓明，还是帮陈梦在加油嘛，而且这是他的实力。当然，孙颖莎也表现得非常好，那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应该为他们2个人拍手。至于张本智和我必须要做这个说明啊，是，你忘记那个卢森堡那个黎夏联吗？几岁？他从1991年就在帮卢森堡打球啦，60几岁了，61岁好像吧，但他89年还是88年的时候就得过世界足球冠军，退休之后，然后到欧洲去，先生是卢森堡人，是，也没有大陆人说你这个是为什么替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其实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张本智和他其实是出生在日本，对，他在日本出生，他是在日本的仙台出生，他父母亲到那边去，然后呢，在他11岁的时候，也就是其实在他进入真正的职业圈比赛之前，他们才加入日本的国籍。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中国我们台湾这个也许这个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也允许人家加入我们的国籍啊，对不对？虽然我们加入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国籍蛮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你加入国籍之后，你可不可以代表这个台湾队去打赛、打比赛？
当然可以啊。像刚刚那个张晋嘛，对不对？对不对？陈陈，对不起，陈晋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像这个事情，大家要稍微比较宽广一点来看。那真的太过于把你的就是那种粉丝的认同投注在民族主义甚至做一些脱线的这个行为，是真的是不适当。那我觉得，如果它变成一种串联式，变成一种风潮，那当然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是啦，我觉得各国都有这样的球迷，我们都要学习更进步一点点。赖老师，批评沉闷攻击沉闷、侮辱沉闷，或者是对沉闷举中指的那一些人不管有多少人，这些人就是没有运动员的精神，而且本身是鼓励作弊的，这个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我觉得去沉闷阻止了这个孙梦莎这个他获得大满贯这种的赛事，他本来运动员你怎么可以放水？运动员当然是拼搏的精神，那都是同样中国的代表队，那当然这个是师姐妹都可以或者是同一个代表队都可以。可是，一旦进入桌球比赛的时候，谁都要争冠军，那么任何一个人都要争冠军，都拼卯足全力去做。所以，陈梦他虽然没有办法让这个孙梦莎拿到了他的这个梦想的连续大满贯，可是他就是符合运动员的精神嘛，这你应该要赞美、要肯定、要认同。而攻击、沉闷、批评他的那一些人都是不合格的。那你等于是你本身内心里面就是充满了作弊的精神嘛，而且你内心里面就是充满了要他放水的精神，这不对的，这不道德的，这也是违反这个精神的。我觉得这个是本身批评陈梦的人，他本身就是应该被谴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道德的。另外，我觉得这个张本智和他父亲已经入日本籍，到日本去比赛。那他本身也入了日本籍，他就是日本人了。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本来就应该要支持他的这个球队嘛。那他为他的这个日本去竞赛，除非说他在成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张本智和他在成年的时候，他说我要回归中国籍，因为他有选择的机会。是。那他父亲原本是中国人嘛。那他可以说我要回归中国籍，那他回到中国籍，他代表中国队去比赛，那本来中国人就应该要支持他。可是当他选择到日本队的时候，日本人批评他、否定他，叫他滚回中国，那些日本人就是一个错误的，就是狭心症。那也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应该被谴责。在球队的比赛里面，我们都有输有赢。即使你的记录很好，很有可能就是在那0.01秒的时候，你本身不小心，这个才是为什么运动好看，就是你的记录都很棒，可是你有可能就是输，你可能记录都一般，可是你在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就赢，这个才好看嘛。那为什么他输了就要把他叫他滚回中国？所以我觉得批评的那些人都是狭心症，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应该要让我们去了解。可是问题就在于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政治嘛，对，就是中日之间目前来讲，因为敌对的关系，那么由于彼此之间的敌对的关系，就牵连到我们的运动员他们本身的身份认同跟族群认同的问题，都太狭隘了，都太狭心了。本来运动员就应该为他自己的国家来奋战，这个才是我们值得肯定的事情嘛。是我们都说世界大同，我们都说不要有歧视，可是歧视却无所不在。有一些人的偏见是不经意的脱口而出。我们来看看。We should look to Africa, which is where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se minerals are. How can we help foster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bringing American capital and expertise and standards to Africa so that we can keep exploiting, so that we can exploring where we can get these minerals. 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参议员他不小心脱口而出了，这个所谓剥削 ，exploit。好，他讲的是剥削，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他发现他讲错了。大家刚刚都有看到那个画面说没有，我这个他又补上了另外一句explore 这些矿产。可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想要剥削人家呢？我们看到西方的霸权主义、西方的剥削过去100年我们看很多季辛吉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大家都在抢哦，必须讲哦，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产油国家，过去他跟美国的关系很好。这一次哦，我们看到哈尼亚遇刺啊，他本来都保持缄默，没有表态。昨天他说话了，他说这是公然侵犯伊朗的主权。哈，他讲到这个是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行为都应该被谴责，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次出声谴责。而另外，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会不会不可收拾呢？以色列现在传出来同意恢复对加萨的停火谈判 ，CNN 的报道是这样的，他说伊朗考虑要取消报复行动，这是两边都在找台阶下吗？还是说美国斡旋有效果了呢？现在不知道包括 CNN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说法，而伊朗到底为什么讲了半天，可是按兵不动？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战争，可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来看看阿拉伯的媒体就说他是在等待伊斯兰的合作组织特别大会所以他拖到现在因为这个大会大概8日会结束会议，他才会做真正的决定，然后采取行动。那伊朗有没有可能透过代理人像叙利亚或者伊朗的美军来进行攻击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军在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美军基地嘛，是不是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也让这个区域的风险大增。很多投资人就在看这个石油的行情，他们在看好有没有可能来一波石油大涨，然后赚一波呢？另外，我们看到红海最近很不平静，其实过去都这1-2年必须讲这个都看起来都是有一些动荡的，包括胡塞武装组织，它专门在红海这里袭击一些商船啦，甚至是美军的军舰啦。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胡塞又发表声明说，他使用了反潜的弹道飞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亚丁湾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1艘位于红海的商船。所以我们看到美军也某种程度还击了。那红海现在任务没有止境因为胡塞组织一直偷袭嘛，那美军就必须在那里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员有点失去耐性了，他说：“哎呀，我们保护台湾的飞弹都打光啦，这样下去还得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现在的战事，好像也有了一些变化。过去乌克兰是没有办法打到这个俄罗斯的，因为美国给他的武器都是有限制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最新进度是乌克兰攻进了俄罗斯，部署1000名兵力，超过20辆的装甲车和战车，还有在无人机群的掩护下啦，驾着坦克车跟装备车要冲进这个俄罗斯西南部的库斯克州。那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是很特别的，因为开战到现在2年多了嘛，乌克兰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再看看，包括伊朗这边有动作，因为我们看到呢，伊朗跟俄罗斯的绍伊古前几天不是碰面了吗？那当时绍伊古也携命而来说，会给你最先进的防空以及雷达设备。那外界就说：“哎呀，俄罗斯要参加这个中东一战了他可能要参战了吗？他帮助伊朗就等于是参战了嘛所以现在美国是不是刻意的借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围魏救赵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呢？那这2场战争就有了联系了。来，先请教永明老师。我必须要讲，其实最近连续2次在西方的主要媒体，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人》，一个是美国的《外交杂志季刊》英国《学人》的封面说，中国大陆的企业对于全球南方的经营已经是让西方这个追成莫及了。然后呢，这个外交杂志就在最近这一期也说，在整个“一带一路”这10年下来，其实整个全球南方，也就是西方以外的非洲，他特别讲的是非洲。这个议员他讲，参议员也讲的是非洲完全其实已经是受到这些国家151个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然后呢，完全在基础建设到贸易关系到价值观都倾向认同于中国，而不是美国了。这都是美国学者做的研究写出来的那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美国现在慢慢了解到，它在全球的这种影响力已经严重的缩水。如果我们台湾的媒体还只是一天到晚只看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那这几个国家是主要国家，没错，它也在奥运得了许多金牌。可是各位，那些金牌，如果你把他们出生的背景来算一算的话，是不是很多都是很多不是传统的我们所认知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这样子的选手，对不对？是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已经发现到，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了。我们台湾的媒体真的对于非洲、中南美洲，不要说那么远，东南亚已经6亿人口，全世界的第6大经济体，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比台北、台湾都要好很多，它的发展的程度。哦，当然整体而言它还在追赶，可是我们有这么了解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到哈，连西方都这样子一个认知了。那至于说在中东地区，我真的觉得这个事件的发动是一个计划好的，是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第一个他想要继续加沙战争，第二个他想要破坏北京宣言，第三个他想要就是把美国跟伊朗卷进来，而美国事先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哦，因为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把伊朗视为最头号的敌人。全世界这些国家当中啊，有哪些国家把美国当作敌人的？俄罗斯没有，中国大陆也没有，但伊朗是，因为他从1979年到现在就是被美国给框限。美国知道，当这些穆斯林，这样子的一个单一宗教，而且信服武力，又有钱有石油，让他整个团结壮大一起的时候，那不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霸权最大的威胁吗？所以他要去分化，不只是以色列要放在这里，他把逊尼派跟什叶派过去这几十年来的对立都是如此。对，然后呢，拉了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等国去这个针对伊朗，结果被北京给破了。在去年，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和解建交了。那现在一个伊朗要来一个新总统，他想要去建设经济，那美国就担心呢。以色列当然了解，各位，以色列跟美国的军事关系那种是水乳交融啊。我讲美国真的有一个叫做深层政府，我们以前讲深层政府比较是金融层面跟政治层面，其实也有一个军工层面，也就是军工产业跟美国的国防部跟美国共和民主各党的这些，就是说在安全的方面的抉择，所以他跟以色列发动这个东西当然很清楚。那但是伊朗会不会这样子的反应发动变成全面战争？我觉得他很不希望，可是他必须要反应，他觉得他必须要针对以色列的动作有所惩处。所以接下来这个可能1到2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事情会怎么发展。是，赖老师，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对非洲、对于美洲、拉丁美洲的长期的剥削，其实由来已久啊。那被剥削的国家，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他们的国家的这些资源是被美国人剥削走了啊，那么被吸光了。但是因为美国它是要透过一些代理人啊，所以这一些被剥削的国家的这些代理人，他们是得到好处的。不过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十年来以后，民众越来越觉醒，他们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觉得美国如果还活在能够继续剥削别人的可能性上啊，他们可能就是无知了。所以这位美国的议员他呈现出来的是他的充分的无知，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跟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的水平差不多，就是都是无知，绝大部分绝大部分是无知的一群人，而且对国际的现实也不太了解。他们以为他们还可以继续剥削非洲人，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剥削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难。他们寻找代理人，那些代理人被推翻不断的政权更迭，或者是不断的政变，或者是不断的武装冲突，我觉得美国的难度是越来越高的，因为这些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他在拉丁美洲，你看香蕉共和国要维持下去的难度越来越高，在中东地区，你看他几乎都已经整片都沦陷了。他能够继续在剥削，只能透过武力去强制的去倒卖这个叙利亚的石油跟能源，去控制强制的去
窃取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它的难度事实上是越来越高。现在在非洲，我觉得他们在妄想了，因为他们难度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中东的地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次是沙特站在伊朗这边，认为是伊朗的主权受到以色列的侵犯，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啊！因为过去伊朗跟沙特是不共戴天之仇啊，很对立的。结果我们这次看到的是沙特站在伊朗这边，这个就代表什么？就是说中国大陆有效的促成了这个沙特跟伊朗之间的和解，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个会牵制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的动作，因为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今天说，伊朗你没有充分的理由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哦，即使以色列杀了这个哈尼亚，你也没有理由对他实施报复。如果你对他实施报复，我美国已经派出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军力，我的 F-22的这个隐形战机的大队都已经进驻了，我的航母都到了。你如果对他报复的话，我会对你采取毁灭性的行动。这个是美国已经在威胁伊朗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沙特说伊朗的主权受到侵犯，你看跟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要透过这个沙特的所能够影响的土地的领土的基地，可能性就下降了。那这样的话，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未来的战争跟冲突，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就是构成了牵制的一个作用。现在消息满天飞啊，目前来讲已经可以证明的就是美国的情报失灵了。是，因为美国本来说8月5号、6号伊朗就要反击，结果没有。对，川普的情报也失灵了，因为他说当天晚上就要炮击了，也没有。没有。现在考验的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是准确还是错误的，因为以色列是认为说是8月12、13。那下个礼拜就见真晓了。可是以色列又放出一个烟雾弹，说我已经派出8月15号，我会派出谈判代表团。你如果不报复，我们就来谈判。那就是考验伊朗会要谈判不报复，还是报复完以后，那么就停止谈判。现在在考验伊朗的作用了。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发生任何事情啦。好，来，董哥，大家记得哈尼亚是7月31号被遇刺被一个短程的那个炮弹就打入他住的那个旅馆了。那当然，大家讲到哈马斯最高领袖被以色列在伊朗把他刺杀，这还得了？大家认为说下来一定有战争，所以各种猜测认为说中东这下不得了了。那当然了，这几天的猜测通通都失灵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去对付伊朗过去美国在联合国要求大家来抵制伊朗，抵制了10年。到2020年再次投票，继续要抵制，结果投票过不了。那为什么过不了？因为阿拉伯国家之外中国大陆为主的非洲有54个国家，主权国家都有投票权。美国现在在联合国不太敢去要求投票或什么，就是中国大陆掌控了多数的国家。简单讲就是这样，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啦。那美国多可恶，你知道吗？美国在川普遇刺的时候就对外讲伊朗也有派杀手准备要来干掉这2个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记不记得？CNN 报道。对，然后现在就开始又开始讲其实是你美国去刺杀别人了。大家记得2020年圣城里的里长苏莱曼尼被美国用无人机把他干掉，在伊朗的机场就把他干掉，然后美国就跟伊朗警告，如果你们报复的话，我就视为是一种挑衅。美国可以杀人，但是你不可以对美国怎么样。这种国家已经不管道德或江湖道义，都已经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一个国家怎么脸皮可以这么厚？那你美国遭到别人报复，我也觉得是天经地义啊。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杀人，别人不能杀你？这个全世界没有这么不讲武德的。可是这个国家已经让人家觉得说，那种龌龊肮脏的手法，他通通来我告诉你4年来，伊朗并没有报复美国。是苏莱曼尼这个案子并没有报复美国。每年的1月3号因为2020年1月3号都很怕，说他们会用这一天来，没有啊，这4年就过去了，2020到现在2024了，所以没有。那这一次，大家讲说哈尼亚会不会？我觉得可能不会。不会，不是大家所想的。他不会报复啊。不，
就是哈马斯会报复，但是伊朗可能不会报复因为伊朗现在的一些手法可能不太一样了。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这是军事第2号强人对，没错，他都没有报复了。那像哈尼亚如果因此而那个对他来讲，他未必是划算，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调整他们的经济，他们觉得说让人民过得更好，可能比这些以牙还牙的这些举动更可是美国都坏，你知道吗？大家记得昨天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抓到伊朗派来的杀手要来杀人，一个巴勒斯坦的刺客，记不记得？昨天的新闻，所以被我们抓到了其他这些都在铺陈伊朗很坏，每天要派杀手要杀川普，现在人都被我们抓到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铺陈就是要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是很坏的人，是好，那这个就是他的铺陈了，是没有错。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可是，在亚洲在我们的邻近国家，像是日本、南韩其实对美国还是很效忠的包括这些领导人跟美国的关系还是麻吉麻吉。我们先来看看南韩最近南韩发生一件事情，大家记得这位美丽的第一夫人吗？金建熙因为她疑似啦收受人家的名牌包就被调查，可是调查官一个高官被发现死在家中有留遗书说他良心有愧啊。那这件事情在南韩就一直不断的发酵，因为很诡异那我们看到南韩现在呢有跟美国说我们要自保啊，所以我可不可以或者是我想要自主核武装备那看到这个，因为北韩的核武扩散的这个武力越来越大了嘛，他说就有人在建议嘛，我们自己要发展核武，可是美国当然不接受也不会允许的。你看到包括南韩的国防部部长就讲了，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美韩联盟会出现巨大的裂痕那到时候呢，金融市场各种惩罚都会来，南韩会受到了不得的大冲击。好，这是南韩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我们知道日本跟美军紧密合作嘛，也有很多美军基地在日本。那现在美军在与那国岛部署新型的雷达在这里它有这个提供先进的空中监视、地面监视还有武器的监视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看到岸田，尽管他的民调很低，可是他现在可能要放手一搏了吧？他要争取下个月的总裁选举党内的所以呢，必须向这个保守派靠拢，争取这个支持。于是他说他要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他要修法。那自民党内有异音那不管他现在要把这个保守派给拉拢过来嘛。可是还有一个地方，菲律宾它跟美国也很好尤其是现在的总统小马可仕。那中国跟菲律宾在海上有一些争端嘛，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呢他干脆就把你黄岩岛团团围住说是要打破菲律宾的妄想我们看到，因为过去呢，菲律宾跟这些日本美国各个国家轮流在南海进行演习，中国大陆觉得说你是对我的主权的挑衅所以他现在包围黄岩岛用这个方式来作为回应。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跟俄罗斯在海上也有一种程度的结合过去有一些海上的军演嘛。那这个新闻报道是说上个月美俄中这个舰队在关岛遭遇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是美军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斐拉塔号他在脸书上贴文暗示说上个月他美军在西太平洋基地所在的关岛附近遭遇了联合巡逻中的中俄海军舰艇编队他刻意把这件事情给曝光发生在上个月有一个对峙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我刚刚说了，中国跟俄罗斯不是有很多军演吗？有一些联合吗？包括中俄舰队在白令海，那每架飞机出动伴飞。另外的遭遇是什么呢？俄罗斯的舰队2度赴古巴，而古巴在美国的后院所以美国很忌惮。另外，解放军的军舰也赴圣彼得堡、海参崴，跟俄罗斯进行某一种程度的军事合作。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两国北京跟莫斯科，他们在努力解决一些支付的问题因为像是这个因为俄罗斯不是被这个经济制裁吗？它可以规避付款限制货币的风险各种方方面面的合作。那另外解放军也不断的在秀肌肉。
包括您看到的卫星照片，打造中的076型2栖攻击舰，以及3艘054A 的这个飞弹护卫舰都在建造中哦。中国大陆第一艘反导预警舰瞭望1号也竣工了哦。这个都是一些释放出来的武力展示。来，我们请教赖老师怎么看？韩国的第一夫人金建熙哦，她收受名牌包，这个是被那位牧师美籍的牧师当场录影哦，他用的一个隐身的隐身的录影，然后把它整个摄录下来这个是证据是非常的明确他收了。那收了以后，当然就引起韩国民众的不满嘛，然后要求要调查。那韩国的国会经过改选之后，这个尹锡悦的派系大败，所以在野党获得了国会的绝对多数，所以他们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要调查。那要调查，那么这个是国会的决议案，那因此就移到检察院，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尹锡悦是中检察官出身。他的影响力、势力、政治力，当然可以影响到检察院。那所以这位局长他本身在受命这个要对这个金在熙实施调查的时候，最后结论出来是没有涉及贪渎。对，这个整个韩国的舆论炸锅了。其实我全世界都看公然说谎，因为影片都录下来了，影片都被录下来了，还说没有涉及贪腐。那当然韩国人就没办法满意了就其实坦白说，谁都觉得这个太匪夷所思了。那果然这一位局长承受不了了，还是有良心，还是有道德，然后结果他就自己目前初步判断是轻生了不过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还是有羞耻心，良心还是会不安。当政治压力跟这个良心的时候，他屈从于政治压力，最后他良心不安，那么轻生了。台湾的政客呢？台湾的政客，台湾的大法官呢？台湾的大法官有多少人有这么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韩国跟台湾的政客差别好大台湾的大法官可以对我们的国会通过的法案还可以判那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原来台湾跟韩国还是真的有差距而且差距很大。这些绿油油的大法官有一点血性嘛，有一点良心嘛像看看韩国人，他们总算有血性有良心自己过不去了就自杀了。虽然很遗憾啦，虽然很遗憾，可是有风骨。对，但是有风骨嘛那也就是说他屈从于这个政治的压力他最后还是觉得羞耻而台湾很多人不但屈从于政治压力，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是，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问杨永明老师怎么看包括这一些可能包围中国大陆衍生出来的一些结果？我先讲岸田这2天就是连日本的新闻都觉得，怎么你都已经可能9月要下台的人了，这个时候在谈就是宪法修改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大概几年前当安倍内阁这个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自民党加上他的就是公民党超过2/3，但现在有吗？事实上当然还是超过，可是那个要2/3的众议员投票赞成，这很不容易。然后呢，再交付就是所有的日本民众公投只要过半就可以，这个根本是一个政治大工程，所以他不是在玩真的，他基本上是在做他自己的这种政权的保卫要让那些比较右翼的倾向于支持他还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日本的政治还是用这种要去修改和平宪法，虽然改的内容其实争议性在日本内部并不大，只不过是把自卫队换个名称，不会去动那个第9条。可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显现出日本的政治真的是那种臣服到了已经难以让人接受的地步。而现在因为中东的战局，美国已经把本来一直都在关岛地区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调往就是中东地区，现在整个印太地区或西太平洋美国是没有航空母舰的，是个真空期，是对美国的军事在这边的部署。
其实美国的军事在过去这2-3年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做这个减少跟退。那你现在看到，它多半都是透过跟这个区域或隐区域外的这些它的盟邦，在这个区域做各种演习，尤其是围绕的日本跟菲律宾。那日本呢，就是以美日安保跟韩国；菲律宾呢，你就看到它拉澳洲、拉英国、拉日本许多国家。那同时，菲律宾在7月初的时候，又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个有关于马德雷3号这个补给的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你看没有到就是多久1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受到挑战。那一方面，美国自己担心它的这个航空母舰的真空期会不会造成这边的一些动荡。其实这个大概都是一种事先的威慑哈。可是呢，菲律宾呢又在可能做一些这个改变啊。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也提出一些这种所谓的警告。我的感觉哈。整个美国已经走向一个帝国挣扎的过程。帝国挣扎指的是一个过程当中它的动作，而不是指一个状态。帝国挣扎就是说，它可能是面临到衰退，或者是被挑战。那它开始在挣扎。你看到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的确每况愈下，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缩减。所以呢，这种帝国挣扎，它就跟它的这个盟邦不断的在一些区域去做巩固。这个挣扎可能还是会改变世界，影响区域和平，我们还是要谨慎。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留给董哥。韩国跟日本它的民主性跟台湾不一样，台湾人很赖皮呀。比如说我讲，韩国的总统卢武铉被人家指控的时候，他是采取什么方式？跳崖自杀。对，这个我跳崖自杀，这我的清白嘛。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壮烈。台湾呢被人家指控了，他说我没有事，他还可以去总统府抗议，他可以保外就医，这个人就是阿扁。大家拿他没办法。他前几天跟赖清德同台，一起参加他们的前代会。大家可以看到了，所以你要讲这些国家，有时候觉得真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堪呐。那韩国这一次被人家指控，这个是他就是人家就是设计他，我送你名牌包，我偷偷跟你录影，因为我其实金建熙家里很有钱呐，她嫁给嫁给那个她那时候也快40岁了，虽然她长得非常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韩国她是洞见观瞻，你自己。但是以台湾人来讲，总统夫人收一个包，哪能算贪污？收一个包而已那名牌包很贵再贵也不过就是一个包嘛，对不对？收了一堆钻石对啊，那这样我们会觉得这样。